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也。就有我们的巴黎欧莱雅彩妆代言人周也啊。那小野呢，讲了好多遍。我最近一次是看到您拍的一个摩托车、机车的广告，很酷的讲了出来。我想问问看，讲了那么多遍，那是否是第一次了解到这句文案它背后的故事？对，其实我是今天才第一次真正的了解到"我值得拥有"这句话的由来，我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震惊。就是我觉得它不仅是一个创造历史的广告的标语，更是一种呐喊，是一种女性自我实现的呐喊。尤其是影片中，伊伦女士的女儿，她那段对话让我非常的感人，是因为她的母亲救了她，让她坚信她自己我值得。而且在看到导演的那个 VCR 是，伊伦女士在拍完这个短片不久之后因病离开了我们，然后我觉得巴黎欧莱雅能在最后这段时刻来记录下伊伦女士的这个故事，让更多的人知道，我觉得是意义非凡的。你知道吗？刚才您望着我，我看到你的眼神，我突然觉得有点像刚才在纪录片里面，你们还记得李浪女士她回头看 Ben 的时候那个眼神吗？是一样坚定的、有力的眼神。它是1973年的故事，但是在现代的年轻人身上得到了更好的传承，所以谢谢小野的分享。我觉得对于每一个不同身份或者是职业所处的位置不同、环境不同的人，他可能对于这句话产生不同的理解啊。比如说我刚才说到了年轻的力量，那一定要提到我身旁的非常优秀的年轻演员的代表周也、小野。我也很想听听您对于这个完整的了解了这句宣言它背后的历史故事之后，您有没有一点改变？比如说对我值得拥有、你值得拥有这几个字有了新的认知？从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句话是源于伊伦女士她自己的人生信条，我值得拥有，而且她是真的是由内而外，从自己内心的认为自己值得拥有。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的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它的主体可以是你、我，也可以是我们。然后呢，它的对象也可以是人、事物，或者是我们对自我价值的认可。我觉得我可以拥有更好的人生，我值得去拥有更多更好的事情，我值得为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选择。也给了我很多力量。比如说，我会为了一个我喜欢的角色，我会去努力的争取，去得到它，或者说我在片场，我会更勇敢的去跟导演描述我想要怎么演，我想要怎么去演绎这个角色。我觉得我们也要把掌声送给周也。他刚才短短的这几句话，确实让我们感受到了很坚定、很坚毅的年轻的力量。其实，如果我不了解小野的话，我会换一种方式。但是，因为我们其实这些年一直跟小野在合作，我觉得我都不用问你在面对压力的时候是否自洽。小野，你就是一个主体性很强、很自洽的人，怎么做到的？能不能跟我们传授一下你的诀窍？对，其实我一直都是一个比较乐观，然后比较开心，也特别自洽的人。因为我很感谢我的家庭，还有我身边的朋友，他们给我了一个这么好的环境，让我健康的成长，才有了今天的我。其实拍戏的时候，还有从大学毕业这些年，我能够感受到很多外界四面八方的一些声音，但是呢，我可以去看到一些我可以进步的地方，但是我不会被影响，因为我觉得我的自我人生价值不是由他们说了算的，而是我需要从内心的去认可我自己。所以，当你带着一个我值得拥有这样的内核去做任何事情，你都可以成功。有清晰的认知，有坚定的目标，我们要向你学习，我们要多跟身边正能量的女性们多在一起交流，因为我觉得其实女性的力量是可以互相影响和传递的，这也就是我们说为什么不是你我，而是整个我们。我想问问看小野，作为年轻一代的非常优质的演员和公众人物，我想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认为这句话我值得拥有在当下怎么影响你自己，或者是又怎么样影响你身边的人的呢？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其实我发现我饰演的很多角色，他们身上都有这份力量。比如说前段时间正在播出的何燕，对《金月如歌》中的何燕，她就是一个非常有力量、非常坚定的一个角色。她无论是在任何的逆境中，她都不会被打倒，她坚定
的相信他自己，同时面对外界的质疑，他不会怀疑自己，他也不会为了迎合别人而去改变自己。他那份坚定的力量可以支持他，即便是跌到谷底了，他也可以一步一步往上爬。所以我觉得，无论是何晏还是夏小兰等等的角色，他们都有影响到我，就给我带来很多很多的勇气。可能有的时候，我也到了很低谷的时候，我也想，那小兰和何晏他们遇到过比我更不好的事情，那我就要这么放弃了吗？没有，就是你还是要坚定的相信你自己。就是无论你是谁，你在哪儿，你首先就是要相信你自己，要做好你自己。哇！所以这位女将星给了你很多的能量。其实我们在看这部影视剧的时候，我们也是觉得从荧幕里收获了很多的能量。同时我觉得小野作为新一代的优质的演员，以及我们巴黎欧莱雅彩妆的代言人，继续不拘一格，随性自在，和巴黎欧莱雅一同开启全新的篇章。谢谢，谢谢小野。所有的女性可以在陷入焦虑的时候说出我值得。你可以素颜去出门，你可以做任何你想要做的事。你的价值不用被外界定义，我值得拥有，接纳自我。我值得拥有。